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新的这个编程助手，是由亚马逊推出的Code Whisper，这也是一个而且呢它是一个免费的编程助手，它的功能呢和那个微软的 GitHub 的 Copilot 是非常类似的。然后然后它这个发展历史的话，我查了一下，它其实是2022年，去年2022年6月份开始内测的，然后是前2天，就是星期五的时候，也就是2023年4月14号的时候，应该是开始公测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就是它支持了哪些平台和支持的语言。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支持的平台呢，其实主要就是 VS Code 跟 JetBrains 他们全家桶。其实它主要的好像也没有全支持，只支持了大部分。另外因为它是亚马逊的产品嘛，所以说它支持了就是 AWS 它一些云计算的一些云平台的一些开发环境。然后呢，这些语言呢，其实在官网上可以看到，其实它支持非常多的语言。这些呢只是简单列了一下，其实基本上主流的所有语言其实全部都是支持的，包括像 Circle 这些都是支持的，没有任何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它这个付费情况。这个呢，它相对于 Copilot 呢，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这是怎么说呢？首先，它对个人来说是免费的，它无限制请求，就是没有什么额外的限制。另外呢，就是说马上我们在那个 IDE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支持在全球选不同地区的这个服务器的，这样可以保证它这个访问速度。然后另外呢，就是免费的个人呢，它支持就是每个月50个漏洞扫描，这是免费的。如果企业的话其实付费的其实并不便宜像Copilot 像微软的那个 GitHub 的 Copilot 呢，它其实只是免费试用2个月，后面是$1001年。然后呢，也没有这个漏洞扫描的支持。然后对于企业版呢，就是它是每人每月$19，然后这个漏洞扫描的次数呢是支持到500次每个月，对吧？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说它对比这个 GitHub 的 Copilot， 对吧？首先它多了一个这个代码漏洞扫描，但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它仅支持 Python、Java 和 JavaScript。其他的语言它在官网上是没有说支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通过编程的那个注释的编程根据注释帮我们写代码这些推荐的这些东西是代码的语言的支持范围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另外它支持一个代码引用溯源说明，这个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要用某个库，或者中间这段代码来自于某一个开源库，它是在提示里面会告诉我们这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甚至还有一个点过去可以看一下这从哪个项目过来的。因为它之前 Copilot 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就是使用了开源库的一些代码，但是呢就是说它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怎么说版权的问题吧。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原来代码从哪来的，它是什么样的协议，我们能不能把它商用，这个其实是商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安装这个亚马逊的这个 Code Whisper。首先呢，我们去官网上看一下，就是这个地址上面，我会把这个地址贴在这个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面。根据大家不同的系统的话，可以大家或者使用的 IDE 直接在这里面去看。像我使用的是 JetBrains 的 PyCharm， 我直接看这个，它就会告诉你怎么去安装。然后如果使用 VS Code， 你就看这个视频。然后其他相关如果有兴趣，自己在这里去阅读就好了。然后呢，另外我在这边也会大家去过一下，这在 PyCharm 里面如何去安装。首先打开你的 PyCharm， 打开我的 PyCharm，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设置，稍等。好，然后 plug 我们把这个 plugin 对吧？把 plugin 打开，稍等一下，然后这时候我们在这里面去搜索 AWS， 对吧？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这里有一个AWS 的工具，如果是你点这个 Marketplace，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你点击一下安装就可以了。然后它这个不需要安装然后你不需要大家安装额外的包。然后呢，安装完之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出现，如果你左下角应该会出现一个在这里会有个 AWS Toolkit， 如果这个没有出现呢，这时候重启一下 IDE， 然后呢进这个，如果它还是没有出现呢，去这个 PyCharm 这个 Preference 再去检查一下这个 plugin， 你去看里面有没有正确安装上，我是安装2次才安装上的。
OK，如果大家到了这里呢，对吧？AWS Toolkit，然后点开这个，然后在这里就是Code Whisper，这里默认原来是一个就是一个你可以如果它原来是一个也是绿色箭头符号，然后你可以双击它，然后它会跳转。跳转之后呢，它就告诉你就是申请账号呀、生成密码呀，然后它会独立于你的那个 AWS 账号，重新给你建设一个新的账户。然后这个具体的流程呢，大家就可以去参考这个视频啊。如果你使用的 PR 枪嘛，它介绍非常详细，我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OK，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Amazon Code Whisper 的安装的步骤。好。接下来我们来对比，就是这个同样的这个代码练习呢，之前我们在那个 Copilot 上去做了同样的练习啊。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用这个 Code Whisper 同样的一个代码练习，看它就是能不能跟 Copilot 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而且呢，我在我的项目里面呢，其实我已经把这个Copilot 代码之前写的那个代码已经提前删掉了。这个就是 Code Whisper 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个代码，我已经把它移出去了。这时候呢，对吧？我们把它给界面给处理一下。这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把代码移到了外面来，对吧？这是之前这个Copilot 帮我们写代码。这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这边给的注释，对吧？让他去帮我们去写这边代码代码就是这个要完成的内容呢，对吧？就是便利一个文件夹中的所有 Excel 文件，把这里面的脏数据去掉，换成0，然后进行一个行求核，保存在 Excel。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里面的数据在哪里，对吧？数据在这个 data 里面。然后 data 里面之后里面长什么样的？这里面3个文件其实长得都是这里面的3个文件其实长得都是一样的，每个里面都有这些，对吧？有非数字，里面有 none， 有奇怪的字符串，对吧？好，这里我就把它先关闭不然的话它会出错。OK， 好，这时候呢，对吧？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写过了一些这个 comment， 这时候呢，我来挨个去复制这些 comment， 看能不能把之前这个功能给重现出来。好，我来帮我们写一个方程去返回所有的 Excel 的路径，来看它有没有什么反应。很聪明啊！先引用一个 OS， 这是对的。有没有其他功能呢？有。get Excel files， 对的。这怎么感觉它好像在抄袭啊？我们来看一下 ，files 等于这个 return files，OS dictionary， 好像是对的。好，来我们来下一步。这时候我们来告诉这个 path 是多少，对吧？这个 path 它这个使用什么地址？这边地址我给它复制一下，使用的是绝对地址。好， get all Excel from this dictionary。看它读的出来对不对我们来试一下，看它推荐的对不对。Excel files 等于 get Excel files， 怎么感觉它在抄袭还知道帮我们打印一下 print Excels。我感觉他好像已经学会了应该从哪里可能看到我这个代码了，他这个抄的也太像了。book 1目前看是对的。OK。然后 return data from， 我们按这个顺序让它再来一下。你说他也没有看过我们右边这个代码，但他们的行为非常的类似。get Excel dev， 是不太一样的。OK， 还是不太一样。OK。我们来继续 ，return data frame from Excel base。
下面我们应该是我们刚刚已经得到了 def pandas df，OK。new a folder， 对吧？让它来帮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哎 ，data new to， 哎，存储。哎，这个已经引用过了，其实它这个不该帮我再引用了。OK， 哎 ，create new folder， if， OK， 下面写的啥？看一眼。好，让它来帮我们创建这个文件夹。好，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没有 data new to 的，来，正常我们来让它运行一下，是不是会帮我创建 data new to？ 哎呀，果真创建了 data new to。目前来看的话，它这个行为感觉可能比 Copilot 还要再顺畅一点，感觉它也没有直接去抄袭，因为它还是长得挺不一样的。OK， 然后我们来调优啊，最后来处理一下啊 ，get each data from Excel files for pass， 哎，聪明，好，没什么问题。我们是不是缺一个啊 ？get df from Excel， 我们上面有没有 get def Excel？ 这个是在哪？看一眼。OK， 没错，它这应该是还没有开始给提示。你是不是有空格错了呀？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提示，没有，回车一下。啊，有的。来看一下啊 ，get Excel df to Excel。哎，这边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还没让它给我们输出，对吧？我们来replace， 来我们先把这个给删了。我们先让它把里面的非零字符串、非数字字符串给处理一下。replace each cells if value is not a number。看一下啊 ，replace， 好复杂，连它俩的正则表达式我们可以看到啊，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sum each row， 你看注意看啊，这个当时我写的时候它其实是错的，应该是 row， 这里我写成 riw。来，这是我们来Copilot是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这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ode Whisper 行不行啊？有没有这个summer， 好像是对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把每一个，这个注释复制过来，把每一行把每一个 data frame 存到一个新的 Excel 里面去，根据名称，对吧？名称要加一个 new 在后面。来看一眼，重新回车一下。哎，这我不要加 Excel 呀？回头自动帮我们加上吗？这个应该是不对的哦，看一下，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加当前的 file path。
base name 叫 new。原来是什么？原来我们看一下，原来这是 XLS， 之前生成是啥 ？XLSX。OK， 它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的智能。点 XLSX， 好，让它重新帮我们生成一下。这应该就对了。然后帮我们打印一下吧，手动一下。来，知道是 DF 吗？知道是 DF。OK， 来运行一下吧。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哦。让我们看一下生成的 Excel 吧。哎呦，你看，这个名称是不太对的，这个名称。能打开吗？你看这个结果并不太对。我们来人工给它 debug 一下。save， 目前来看，对吧？这个不用抄写了，剩下的就是我们程序员的工作了，对吧？sum each， 看来这是不是有影响呀？原来应该是多少呀？我来看一眼。4，第一个应该是4。并不太对的样子。看一眼，你1、2、3一起肉，不对呀。我来看一下啊，哪里出了问题？这一步没有成功。If a value is not a number， 这句话是要重新生成，这句话写的不对，这个正则写的不对。再看一眼吧。这下是不是就对了？
看一下最后一个。这下是对了。Submit rule。Last column。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打开了 Excel。现在看好像是对的。Save each column。对吧？我们是，对吧？我们把它修改一下。现在看一眼啊，顺便打开看一下。结果如预期般顺利啊，所以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这个Code Whisper 的能力呢，还是稍弱于那个Copilot。但是呢，它基于它是免费的呢，但在前期的时候呢，可以发现它的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而且也比较的聪明，它也没有抄到其他代码。根据它自主完成能力情况来看呢，就是说它需要提供更详细的指令，才能完成我们需要的这个结果。这个东西掌握还而且在程序员手里面，光靠我感觉它的智能程度是不如 Copilot 的，这是为什么它免费的原因吧，对吧？如果大家需要换那个服务器的话呢，对吧？服务器在这里，对吧？你可以点一下下面这个地方啊，这里可以选到全球各个地方服务器。它速度呢，响应速度呢，我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现在今天手机热点的原因啊，还是不是特别的反应，并没有像 Copilot 那么灵敏。OK， 今天的视频呢，大家就做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就是点赞、评论、关注啊，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